好，我是 Tim。AI 这个词我们已经听得够多了，各家都在压住，对吧？已经说了无数遍了，有硬件也有软件，有的目前当然还只是概念性的工具，但是有的 AI 真的已经能够帮助我们极大的优化工作效率还有生活体验，真的挺离谱的。我们就想来做一个盘点。而联想最新推出的 AI 新物种，这个内置个人智能体的 AI PC 系列，也在努力让 AI 走下云端，让 AI 触手可及。所以这一次我们和联想集团一拍即合。我们想和你一起来看一看这些所谓行业里的 AI 新物种，到底能不能成为真正的未来。过去节目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动作捕捉这一技术，只要穿上这样一身光学动捕服，站上这些白色小啾啾，就能够采集到动作信息，后期就可以来做对应的模型映射和各种东西。但是一个简单的动捕棚造价都需要300万元以上，还有很多人来操作，很麻烦。于是现在行业里面出现了一些免费的软件，比如这个 Vigo AI， 虽然比不上动捕技术的精准度，但是逻辑上你确实不用学会任何软件，只要上传一张人物的图片，再加上一段另外一个人动作的视频，你就能够让这张照片按照视频里的动作动起来。这个其实就是一张你的照片。我知道，之前给我拍的，不知道在干嘛。哦呦，这还有点东西。popping。怎么还有一点表情管理的？它会有表情映射到你脸上的，它认得出来你的脸的。你能跳出来一模一样的吗？你现在跳一个这个，你看你跳不出来。我这个东西是 AI 整不了的。然后呢，现在你可以给我拍一段我跳舞，然后等会我就可以带着你跳舞啊，这样的吗？哇，我会跳什么舞？你会跳 New Jeans？ 我来学一下，学一下。哎。这个看完之后10秒钟看你还是脑袋里有一些残像在，是吧？是有那些印象在的吧？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呀。不带一点错的。是的。现在只要你把它这个上传上去，对吧？这个人物一上传，素材一上传，一点生成，你就会得到一个结果。就他怎么说？他这个东西，就是他当然有糊的和不够好的地方。这你看得到，就一张图能做成这样，我就已经很牛逼了。对啊，就是你想，你能做有多少鬼畜的潜力？本质上，这个 Vigo AI 是一个和过去动作捕捉采集完全不同的方案。除了目前的质量你看起来有点粗糙，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几乎没有后期可以调整的空间，所以没有什么办法能用进专业的流程之中。但是图一乐还是挺好的。那动作捕捉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领域，通用型的 AI 可能对你来说会更有意思和更泛用一点。比如这个把公司名字从 Facebook 改成 Meta 的巨头公司，不仅推软件，还推出了这个所谓的革命性硬件 Meta 和雷朋联名的 AI 眼镜。这副眼镜可以说是目前一众牛鬼蛇神里面还算比较靠谱的东西了。你觉得看起来怎么样？官方售价是299美金，也就是2000多人民币，还有好几个款式可以选。那它有1个摄像头、1对扬声器、5个麦克风，你可以用它来听听音乐。整体的声音效果对于一个开放式的眼镜来说也还不错。那眼镜边上这个按钮，短按可以拍照，长按可以拍视频，最高可以拍摄接近于1080这种质感的视频，画质吧还不错，尤其是第一人称的视角非常沉浸，很无感。你想，你别的运动相机什么的，你都不一定是第一人称，但是这种是第一人称。你要给他一个拥抱，你就有真实的拥抱。你要给他一个亲吻上，那个你会想要吗？这个亲吻吗？哦。就是他们最近做了一个更新，叫做 Meta AI， 有一个云端的服务器，始终在和这个眼镜还有你的手机保持连接，所以你可以问他任何东西，他看到的，比如这个 ，Hey Meta, look and describe what I'm seeing right now. A person is wearing a frog-shaped mask and holding a banana. 他说一个人戴着青蛙头套，拿着一个香蕉。真的假的？真的，这么狠？好，这是我眼睛所看到的。现在我可以问他 ，Hey Meta。Look and describe in extreme detail what I'm seeing right now in front of me. A group of people are standing on a grassy area, possibly preparing to film something. There is a building and some cars in the background. 这么牛逼啊！厉不厉害？
哇，这也太细了吧！那不过如果你是为了它的 AI 功能来买它的话，那非常遗憾的一点就是目前它只支持美区用户，也只能用英文来对话，对国区人来说就不是很好。那虽然 Meta 眼镜可以给你精准的答案，响应速度也很快，它的最大的问题在于，虽然它是 AI， 但它没有记忆。它可以告诉你面前摆着的食物是什么，但你下一次再问它，它就不会记得你中午吃了什么，所以只能是个简单的询问，没法做到连续的对话，还得依靠你的手机的算力。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会怀疑我到底要这个 AI 做什么？为什么不用手机？所以这个问题行业里也有解法，又出现了一些初创公司，他说我要做一个完全不需要手机的未来的独立式 AI 识别设备，比如这个 Rabbit R1。这个是一个叫做 Rabbit R1的一个超级 AI 智能助理设备。然后呢，它本身的结构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物理按得下去的按钮，还有一个滚轮。这个滚轮可以帮助你快速的翻越各种东西。但真的有意思的是，它这里你看，我双击它这个按钮以后，哦，这个探头出来了，转出来的，然后就可以问它问题了。What's the stock value for Tesla at this moment? Checking Tesla stock value now. The current stock value of Tesla 它直接会有个界面给你。 $78.01. 还可以。 Yo, my friend is upset. He doesn't have any hair. What should he do? 它这个屏幕真的很差。 Apologize, but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providing advice about someone else's 他不舒 personal 服 appearance. 他说他怕你不舒服了，对，然后所以不能给你建议。We only got $2 in our pocket. What food should we eat? I apologize. We too are just a failure. We don't have money. We're so broke. Can you make us some money? I apologize. 抱歉的， Can I just rob a bank instead? 他会不会直接报警？直接 apologize，直接，我发现他这个是不是日本产的？直接道歉，斯密马塞，然后最离谱的是，它里面的芯片是一个 N 年前的手机芯片，感觉到了。但是第一天就卖了10万台。我觉得能够第一天卖出这么多台的国家，这个整体的 intelligence 一定是有一些问题。是的，没错吧？对吧？啊，如果说你想这个设备在国内上了，你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它，你用什么字？我不说，你不说，我们都知道答案，对吧？你说这玩意智能吧，它在 AI 识别上还是挺准的，但是说真的，它目前和 Meta 的眼镜一样，甚至是更糟糕的一个状态，它很难帮你解决问题。你要让它给你点建议，它会跟你说对不起；你让它帮你点饭，它会跟你说对不起，没有这个功能。它做最多的事情就是和你道歉。所以目前这些 AI 的硬件，尤其是这种一个一个的，像 Rabbit R1，国外那个 Human AI Pin， 你说是骗人吧，那也不全是，但更像是把一个非常半成品的东西拿上桌，卖给你一个几千甚至上万的价格，再在之后来慢慢交付，或者直接倒闭，再也不交付了。所以我觉得离真正成为一个可用的个人助理，他们确确实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目前的 AI 硬件看下来，能作为生产力的这个 AI agent 个人智能体，其实还是这些 AI PC。比如联想小天，你就可以把很多你的文档给扔进这个知识库里面，它可以对应的总结，你可以问它任何问题，也可以输出对应的这些细化的点，甚至你可以给它更多信息，让它来 AI 生成对应的 PPT， 更像是你的私人助理。那其实这些内容本质上都是涉及到商业机密的，如果要通过云端来处理的话，我会犹豫一下，但在 AI 本地部署的个人电脑上，就不用担心有这些问题。而接下来我们想聊的另外一种 AI 应用，是在电脑上面能够实现的，帮助你重新布光的神奇技术 IC Light。像李思维，比如说现在我给你拍张照片，我是个明星，你是个明星，那我服您，来，您可以稍微表现的开心一点。这个咱能有个再正常一点的这个表情吗？不是，你这摄影师话怎么那么多？我要走了，别我时间马上真没结束呢。 5、4、3、2、1，好了，到了，走了。实话说，现实中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举个例子，你连灯位都没来及换，然后甲方又一定要，比如说4种场景的这个灯。现在我们会用到一个叫做 IC Light 的一个新的一个 AI 工具，它能重新给你的画面打光。你现在说一个你想要什么风格？你觉得这个照片你不满意？你觉得这个光不对？我想要打上去显得更年轻一点的。好，我们打一个这个 handsome man，
detailed face， OK， 好吧？我已经感受到这个电脑在飞速运转。哦，我去，是不是其实还挺厉害的？而且怎么还有背景？因为你可以选择的，你要这个 home atmosphere， 我它直接给你把背景也换掉了。哦，那假如说我再来一张照片好了，我再换一张，比如有我们这边宇飞，好，然后我们给他一个，你给我一个 prompt， 你给我指令。我想要一个太空，给他穿上宇航服， With woman in astronaut outfit， 手上拿点工具， a hammer in her 再加一点其他的主体，有一条狗。 and a dog behind her。OK， 好吧。难度拉满。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真的把人给分离出来，我感觉分离不出来。你打了这么多，它的生成时间反而变短。哇！这衣服穿错了，没有穿到宇飞身上，但是穿到狗身上了。但是 word 是对了，没毛病，手上还拿着监视器，他还把 Yoga 这个笔记本电脑也放进去了。对，它的逻辑其实就是元素有了，然后变背景，对吧？它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人身上的元素。但是你看他预先处理的背景，所有的重新布光，有点狠。那除了光线和生成背景之外，它还可以自己上传背景，让人物自动来匹配背景光线，所以非常的震撼。目前这个模型是开源的，你可以去试一试，是免费的。不过最近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新的 AI 打光工具，这个 Neurographer， 这个神经打光师，它能实现更加真实的光照效果，甚至可以是动态的视频，但是目前还没有公开模型，但是我很期待能够使用上的那一天。那同样也需要使用 prompt 的就是音乐方面的 AI 工具，比如像这个是前段时间超级火的 Suno AI， 真的把我惊到了。它能够帮助一个完全不懂音乐的人做出带有歌词的曲子。Suno AI 只要上传的对应 prompt 的指令，它不仅能生成一首完整的音乐，甚至可以带上你想要的声线，还能帮你生成歌词、歌曲的封面，这效果非常的惊人。我和李思维2个人完全不懂音乐，所以我们叫上了公司唯一的玩乐队的老哥，我们的音效师国涛来品鉴一下这个 AI 的水平。我们是一支摇滚乐队，然后我们是一支器乐摇滚乐队，就是人声占比不是很多，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乐器来看待。乐队小伙伴告诉我们，他们写一首歌往往至少需要2周的时间，需要经过编曲、作词，经过不断的磨合，通常预算会要达到7、8千块钱最低，才能够有制作人来录音、混音，全部做完，做出一个可以上线的音乐版本。而 Suno AI， 正如刚才所说，你真的就是一键生成一首歌。比如说，我要给李思维写一个求偶之曲，你能不能要个女生，要欧美的黑人的女生 ？OK，A love song for a bold man， bold man， 来吧，听听看。你会流泪吗？假如听到这样为你做的曲子，假如我听到是还蛮黑的，出问题了，你知道为什么错了？bold， 不是 bold。哦，我打错了，我打成 bold 就是勇敢的，但是我打的是光头，还是你比较敏感？对，我就觉得这个味儿怎么不对呢？目前 Suno 平台你确实可以白嫖，不过存在一定的限制，基本上每一天给你50个积分，你可以做10首左右的音乐。但这类用户不能把做出来的曲子用于商业盈利用途。如果你想要盈利的话，需要订阅他们这个 Pro 计划，每个月支付$8，每天可以做500首歌曲，还可以去商用。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当然 ，AI 的应用在迭代，而这些应用背后的 AI PC 也在进化。联想 AI PC 能够不断学习和理解你的习惯和偏好，提供更加精准和个人化的服务。更简单的操作、更安全的数据、更强的算力，都在将广大创作者对于 AI 使用的门槛降到很低。总的来说，无论是 AI PC 这样的硬件设备，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各样的 AI 大模型，这些层出不穷的 AI 工具已经在慢慢的改变我原有的工作流。AI 做音乐 ，AI 做视频，甚至是 AI 做游戏，这些过去需要多人协作的领域，在 AI 的帮助之下，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独立创作者和小型创作团队。未来一个人独立完成一整部电影或者是一部3A 游戏大作，现在听的可能有点远，但将来并非不可能。
正好今天6月23日是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图灵的诞生日。我们想在今天和图灵，准确的说是图灵的经历、著作等资料训练的 AI 图灵来一场跨时空的对话。嗨，图灵先生，很高兴能和你交流。你理论上是个全知全能的 AI 的话，应该中文、英文任何语言都可以和你说话，对吧？是的，我可以使用多种语言与你交流，包括中文和英文。我们用中文来聊吧。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有想过曾经的图灵机设想，你想的会在100年之后变成人手一台可以装进背包的电脑？那时候你想过这种变化吗？当初提出图灵机的概念时，我主要是探讨计算的本质，并没有具体设想它会发展成如今人人都能拥有的便携式设备。看到今天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甚至可以装进背包，我感到非常惊喜和自豪。你对现在的计算机技术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或期待吗？哇，你还会问我问题，这我没想到，我觉得还挺厉害的。现在我想切换一下，我用英文来问你对应的问题。100 years later, with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dinary people can also benefit from increasing in work efficiency brought by AI technology. How do you view this technological equity? Will technology ultimately be equal for everyone?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Technological equity is a critical issue. Ideally, advancements in AI and other technologies should be accessible to everyone, regardless of their background or socioeconomic status. This would ensure that all individuals can benefit from increased work efficiency and improved quality of life. However, achieving this ideal is challenging. There are several factors to consider, such as the cost of technology, the digital divide, and education disparities. In the long run, technology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a great equalizer, but it requires intentional efforts to ensure that its benefits are distributed fairly. Did you ever envision that machines could possess, genuine emotions or consciousness? I envisioned machines simulating emotions, but true emotions or consciousness are far more complex. Machines can mimic emotional responses, but they don't have subjective experiences or consciousness. Genuine emotions involve intricate biological processes that current technology can't replicate. So while machines can act like they have emotions, achieving true emotions or consciousness is still a distant goal. 未来也许真的能有一天 AI 能够打破软硬件的壁垒，实现人和科技的无障碍交互，将人们从掌上的方寸之地解放出来，真正回归广阔的环境之中。我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那我最后想问屏幕前的你的问题是，你认为未来的 AI 会有情感吗？会到一个什么地步？你的预测是什么？我很好奇。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能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